嗨，大家好，我是Joanne，我是汉娜，欢迎收看科学小教室，看我们来一场科学体验吧。汉娜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呀？我们在经济部跟工研院联合建制的一座沙仑绿能科技示范场域哦。除了看到后面这可爱的路以外啊，还会带大家去看到全台第一座的风力发电机，还有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发电的燃锰电池哦。哇，好期待哦！那我们就一起来经历这场绿能革命吧。Joanne，我觉得这一集非常有意义耶，因为你知道，其实现在政府一直有在推动绿能政策，所以预计大概到2025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绿能就可以达到20%哦。哇，听起来很多哎，可是说到绿能，你知道什么是绿能吗？嗨，两位美女，老师你怎么在这边？绿能要先了解之前，我们现在要了解要如何去运用这个绿能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物理里面能量的转换成水的动能，然后推动我们的水力发电机，可以得到很多的电能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台湾常常缺水。像新竹很有名的九降风，其实新竹之外，在中南部这边彰化、云林也都有很好的风场。主要先从苗栗的海岸那边都架了很多的陆域风机。苗栗那边的陆域风机也能够提供总共有12.8万户的家庭的用电的电量。这是一个手摇发电机接了一个 LED 灯，你摇摇看LED 灯呢，就会亮。动能转换成光能，比如说像太阳能发电厂，它就要集合非常多的太阳能板，你要一个很大的一个风力发电机，你才能发到我们足够需要的电。在使用上，它还是很多的限制，就是不稳定。储能系统现在对我们来讲也比较有应用性，就是要做储能用的电池。电池非常的重要，包含现在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做电动车之前，要先研发好他们自己所需要的电池芯，装在他们车子上面。我们的智慧电网也要一起加入，才能让这个绿色能源供电可以持续的，而且稳定的。现在在云林彰化外海，他们做了所谓离岸风电的电厂，那边发的电会更多。那太阳能呢，其实也有很多种形式，细氢的太阳能电池，它只能在户外大太阳之下可以使用。但是现在有一种更先进的太阳能电池，叫做染料锰化太阳能电池，它在室内也可以发电。我们可以借由有一些物联网啊、感测器啊，我们的智慧家电都可以利用这个染料锰化太阳能电池。那太阳下山之后怎么办呢？有储能装置，企业都要开发所谓的电池芯。比如说像特斯拉，它做电动车之前，它先开发它的电池。Apple 也是一样，他们把很多的这个充电电池弄成一个货柜，非常大型的一个储能电池。那它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储能站。基本上它有太阳能电池，它里头有一个马达，马达它就带动了这个风扇在转，风能的动力车基本上它就是靠着风在转的时候，这叶扇在转，它靠它的机械结构，它就会带动这2个轮子，这个车子嘞它就会动。这个仿生兽嘞，基本上也跟它的原理是一样，也是靠这个风扇接收了风能之后，它带动它的一些机械结构。现在来做的这个有关于风能的小实验，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组装，把这个风扇接在我们的发电机上面，电线放进去就可以。要分辨的是这个 LED 灯，这边看，有了，完成。后面白白这一根就是风力发电机哦。你看的话，真的比我们好几个人来说还大哎，真的哎。这么多人，所有人，你住在这里吗？是啊，你们知道这个风力机是我们全台第一座商转化的风力发电机吗？不知道怎么随便来就来到全台第一座？我们台塑重工是设置4部660 kW 的，总计是2640 kW。哇，它1年的年发电量约540万度，供1000多户的家庭使用。哇，你们很幸运哎，这4部风机准备要汰换掉了啊？真的吗？它风力机它的设计年限20年，还有寿命的。未来预计想要在原地汰旧换新，3部4200 kW 的风力机组。Joanne，你知道吗？听说这里1年有达到3000小时的发电呢。哇，所以看来这里真的很适合做风力发电。而且Joanne，你知道吗？风力发电机的保养人员工作其实非常辛苦哦。
他们都要攀爬200多阶的直梯，才能上去在窄小的空间做日常保养，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工作哦。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地方要去，什么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接下来要带你去看最夯的就是太阳能发电喽，欢迎我们的专家。陆方的这类型的太阳能板呢，在我们台塑企业的高雄仁武厂也有建制哦，每年可以产生66.6万度的电。像台塑企业，它已经开发了一系列的用于智慧家电用的这个蓝米电池，它可以取代我们的一些 IoT 物联网所需要的电池，比较不会造成环境污染。哇，还有分室内、室外哦。那我们现在在室外这么热，是不是要赶快去室内了？好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其中一台呢是透过这个蓝米电池来供电的，那另外一台呢是透过这个细晶太阳电池来供电。可以发现说，蓝米电池它可以产生更多的电力，它可以依据客户的要求，我们做成不一样的形态。它就是2片都是使用玻璃来做成的一个蓝米电池，它比较适合用在窗户边跟这些电动窗帘。那薄型模组它就是一片是用透光的玻璃，另外一面我们是用金属板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电池它可以呈现出更薄的特性。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有颜色的地方来转换室内的光源发电来应用。哇，汉娜，我们这次真的看到好多绿能相关的食物哦。你才知道原来台塑企业有默默在发展绿能事业呢。当绿能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其实间歇性发电会造成一个问题，就是电网不稳定，把电力储存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哦。哇，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，对吧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主题喽。那要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拜拜。